星铁 4.0 你体验过了吗？至少我个人感觉啊，相比于 3.0 的魔法罗斯，二项世界的整个主线节奏更顺了，长距离跑图的情况减少了，也比较少会有在一个空间里需要停留很长时间进行解谜的设计了。玩家基本上一直处于移动之中。有人可能要说了，怎么一直在移动之中，长距离跑图却变少了呢？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就要归功于这次制作组引入的一个新变化了，在常规的 3D 内容之外，还引入了一整套 2D 的游戏玩法，并让玩家不断的往返于这两个次元之间，一会儿 3D 一会儿 2D 相互穿插。因此啊，虽然一直在移动，但并没有很强的疲劳感。这还只是一个方面， 2D 玩法的引入其实对游戏中的探索体验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那这期视频呢，我会和大家来一一拆解这一套活在 3D 世界里的 2D 玩法是如何让星铁 4.0 变得更好的，以及为了让 2D 和 3D 世界能够共存，制作组都需要克服哪些困难。Hello， 大家好，我是石业。这次引入的一个主要小游戏啊，就是二次元 Jump。在游戏里会找到这样的蓝色入口，与它交互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 2D 的横版跳跃玩法。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明明是 2.5D。 是的，二次元 Jump 的画面是 2.5D， 但是因为角色呢只能在一个平面上上下左右的移动，而不能前后移动，因此游戏逻辑和 2D 是一样的，可以归结为 2D。 而从星铁默认的 3D 视角切换到 2D 横版跳跃玩法，可绝不是把视角转到角色侧面这么简单。3D 游戏和 2D 横版游戏在游戏规则、操作逻辑、设计思路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 3D 玩法中，玩家可以自由的移动，观察四周；而 2D 玩法下，玩家的移动则被限制在一个平面里。在 3D 游戏中，实体的墙就意味着阻碍，但在 2D 横版游戏的逻辑中，角色却可以向上或向下穿过某些特定的平台。在 3D 游戏中，角色没有膝盖，但在 2D 游戏中却可以二段跳。正因为这些差异啊，当游戏中同时存在 2D 和 3D 玩法时，制作组往往需要准备2套操作逻辑，可能还需要不同的碰撞检测系统、不同的角色动作系统等等。所以在超级马里奥奥德赛中，当我们从 3D 世界进入到 2D 世界，虽然操作的都是马里奥，但实际上在 2D 世界中操作的是另一个不同的角色，它是专门为 2D 行动设计的。二次元 Jump 中啊，我们操作的也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只是变成了浣熊的形态。那么如何让玩家从 3D 世界进入到 2D 世界呢？这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游戏中常见的做法是将 2D 玩法作为一个单独的关卡，比如超级马里奥惊奇、尤卡雷利与有望巢穴等，都是有一个 3D 的大地图，玩家在上面找到关卡入口，加载画面之后就进入了 2D 世界，完成任务之后又返回到 3D 世界。这样的设计对制作组来说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能将 2D 和 3D 内容完全的分割开，这样 2D 关卡就相当于是一张白纸，设计师可以在里边进行任何设计，都不会受到 3D 内容的束缚，后续要进行修改和调整也都很容易，可以获得很大的开发灵活性。但是呢，这样的处理方式缺点也很明显，需要在玩家的游戏体验上有所妥协，比如每次进入小游戏都需要有一个加载的过程，这样游戏体验就不够流畅了。那对于在 3.0 时就频繁被小游戏打断的玩家来说，这样的体验可不理想。另外呢，二星乐园本应该是一个 3D 和 2D 空间相互交错的神奇世界，但如果游戏里的 2D 玩法和 3D 玩法却是相互独立的，玩家呢就只能靠想象脑补两个空间是怎么共存的，就没有那种神奇的感觉了。所以呢，制作组最终采用了一种不那么常规的方式，就是把 2D 关卡直接放在 3D 世界里。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在平时这个关卡是不会被加载出来的。当玩家进入小游戏的入口之后，游戏会首先将 3D 角色隐藏，然后通过串流将 2D 的子关卡加载出来，并生成一个2D 专用的角色，然后呢再把控制权和相机切换到这个 2D 角色身上，这样玩家不需要加载过程，也不需要移动，就可以直接无缝的从 3D 探索切换到 2D 横版游戏中了。现在呢，同一座桥你既可以从3次元走过去，也可以从2次元走过去，玩家可以直观的体验到2个次元是如何共存的。另外从 3D 转换到 2D 没有加载画面的这种视角转换，并不只是一种好看的运镜，它其实能帮助玩家更好的理解2个次元之间的关系。像是这个建在一个方块上的 2D 关卡，本来就绕来绕去的，视角呢还翻转了好几次，很容易就把玩家搞糊涂了。但是因为镜头始终是一镜到底的，最终玩家回到 3D 世界之后，还是能很快的理解自己的方位，以及是怎么从之前的地方过来的。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中，比如主线里玩家要前往学校天台的这个桥段，其实是利用了2维空间的捷径，穿过了房顶，直接到达了天台。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加载的画面，镜头呢就直接从一个室内的2D 世界跳到了室
之外的 3D 世界。所以呢，当时我玩的时候就有点懵，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的。像是这种2D、3D 关卡共生的设计啊，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啊。就像之前我们说过的《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就有这样的设计。但是呢，一般像这样的2D 关卡，虽然处在 3D 世界中，但往往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边界的。2D 角色只能和2D 关卡、2D 敌人进行互动，主要的活动呢也集中在一面墙或者是一些平面里，就相当于是将 3D 世界中的平面作为屏幕，你在上面游玩独立的2D 游戏。而二次元Jump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2D 关卡和 3D 世界被混在了一起，是直接在 3D 世界中搭建的2D 关卡。因此啊，玩家有时候可以直接和 3D 世界进行交互，在桥下走的时候可能会被过路的船撞飞。2D 世界的开关有时候能控制 3D 世界的设备，我们甚至可以走进水中的倒影里。其中最让我惊艳的就是玩家跳进水中酒馆这个演出了。上面说的这些2D 与 3D 世界直接进行互动的小设计啊，不仅提供了神奇的观感，而且最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打破次元壁的感觉，让玩家感受到2维和3维的界限被模糊了。这有点像 AR 游戏啊，让现实世界中凭空出现了虚拟的游戏关卡。只是在星铁中， 3D 世界是游戏里的现实世界，而 2D 世界就是游戏里的虚拟世界。而且这些 2D 关卡还有很实用的功能性，它们成为了游戏中一种新的移动方式，代替了原本的跑图过程。比如这一条街啊，如果是之前的版本，玩家可能就是普通的走过去，中途呢可能还会停一下玩一下小游戏，小游戏结束之后，玩家还是待在原地，还要继续赶路。但是呢，这次制作组在这里设计了一个2次元 Jump 的入口，这样玩家一路完成小游戏之后，最后就直接到达了结尾，相当于是用小游戏的过程代替了原本的跑图过程，让玩家在推进流程的过程中既得了奖励，又丰富了体验。而且相比于正常的跑图啊，这种另一类的跑图方式还能帮助玩家更完整的体会到欢愉地图的人文和生态。在这个世界里啊，发现各种藏在犄角旮旯的彩蛋以及有梗的小设计，也是游戏核心的乐趣之一。但是在传统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玩家的行为和视线都很难预测，就可能会错过不少的乐子。但是在横版游戏中就不一样了，玩家的行动路线是相对固定的，也不能直接控制相机，所以制作组就可以像导游一样，在游戏的过程中带着玩家游览2维式的各种打卡点，精确的控制画面的构图，让玩家获得最佳的体验。比如现在我们来到了2维式的网红地标旋转火锅，这个招牌会在2D 关卡中和平台一起旋转，形成完美的同步。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众的宝藏打卡点——隐藏酒窖。仔细看，酒桶架子在2D 关卡中变成了解谜用的9宫格。再比如主线中，我们操纵银狼进入侦探社之前，其实就已经在2次元小游戏中透过窗户对大楼里的环境巡视了一番了。如果在之前要进行类似的展示呢，可能需要专门有一个脚本，触发一个镜头的特写，硬控玩家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呢，则可以直接穿插在小游戏中，自然而然的让玩家到达之前到达不了的地方，看到平时看不到的景象。2D 游戏的镜头也经常用来引导玩家的视觉重心，比如这一关，我们来到传送门这里，游戏镜头就会专门拉到远景，让玩家看到这个招牌的全貌。还有这里，当我们走到画面中心时，镜头也会拉远，让玩家看到原本的青蛙侦探在此时戴上了新型的眼镜。从上面的种种案例啊，可以看出 3D 和2D 平行世界的设计确实带来了不太一样的体验。但是呢，这样特殊的设计也必然会造成一些独特的问题。首先呢，星铁的核心体验仍然是一个 3D 游戏，所以首先要搭建一个完整的2维式，而2D 关卡则是要搭建在 3D 场景之上的，所以必须要和 3D 场景贴合。如果 3D 场景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进行修改的话，那2D 关卡也得跟着调整，这样就会造成加倍的工作量。另外， 2D 关卡的摆放还涉及到一个大小比例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小浣熊的身高并不是固定的，比如在这一关里大概是瑶光胸口到头顶这么高，但是在另一个关卡中呢，还以瑶光为标尺，小浣熊就只有这么高了。所以说这些2D 小游戏为了能更好的适配 3D 环境，是需要调整尺寸的。就像这里，我想在窗台上搭一个关卡，那默认的角色可能就太大了，需要把角色缩小来适配窗台的比例。但是我一动起来就又出问题了，这弹跳力也太惊人了，而且呢，角色小到快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只缩小了角色的模型，但角色的跳跃高度没有变，相机的参数没有变，
关卡的结构也没有变。所以呢，要让2D 关卡整体的变大变小是一个系统工程，实际的工作呢要比看上去更加复杂。但是从结果来看我觉得这些努力是值得的。2D 和 3D 世界混合之后，不仅 3D 玩法变得更丰富了，也让传统的2D 横版游戏的体验有了新的变化。我感觉二次元账簿里有不少创意都是和 3D 世界联动之后才碰撞出来的。关卡放在储物柜上，但是储物柜不够长怎么办？那就做一个传送门，把玩家传送到另一个储物柜上。关卡搭到一半 ，3D 环境转弯了怎么办？那就让关卡也跟着旋转，不仅可以水平转，还可以竖直转，或者改变重力方向，把关卡侧过来或者倒转。还有的地方把角色连同整个关卡一起在 3D 世界里进行移动，这些都是不同于传统2D 横版游戏的体验。另外让我很高兴的一点是，二次元账簿里保留了平台跳跃游戏中的精髓——隐藏要素。在这里你经常能发现隐藏的区域、隐藏的平台，还有用音符演奏之后才能进入的隐藏关卡。这里还致敬了本频道第2神游《动物井》，以防你不知道，最初进入世界酒馆用的旋律倒过来就是《动物井》中最常用的传送旋律。总之呢，2D 玩法的引入给星铁 4.0 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之前因为游戏本身回合制 RPG 的定位，玩家在自由探索时呢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比如没法跳到高处，没法爬墙，没法下水。而 4.0 新加入的 2D 玩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补完了游戏的探索体验。玩家可以在 2D 世界中3段跳跃，到达一般情况下无法到达的高度，还可以坐船渡河，甚至进入水下。因为它是独立于游戏本体之外的小游戏，之前任何不好时装的功能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这就给制作组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而二项乐园的乐子属性基本上属于什么设定都能往里装，所以呢，理论上二项乐园中可以出现任何2D 玩法，格斗游戏、横版清关游戏、扫雷、弹珠。相信在之后版本中我们会在这里看到很多有趣的玩法实验。那我也很想看看经典的2D 玩法遇到这套次元混合的世界观之后，还能碰撞出什么有趣的游戏体验。好，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给我一个一键3连。我是石野，我们后会有期。